Hello，这里是柯洁，我现在人在北京，在我身边就是蔚来全新一代 ES8。蔚来把它称为全场景科技旗舰 SUV， 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它面向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群呢？它是面向一群有想法、有追求、有品位的社会中坚力量。而且我刚才已经静态体验了2个小时，我觉得这辆车真的非常的棒。不是说我每辆蔚来车子都说棒。因为这个车子它展车进店的时间是在20号，而我这个视频发布是21号，就到时候大家只要去店里看过，就真的能体会出我说的非常棒的这个原因。然后这种棒不仅仅体现在蔚来对于这个外形还有内饰的一些整体的诠释，还有包括一些小巧思，非常打动人心。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外形它是一种有秩序、有气场、豪华的感觉。我们看这个全屏的侧窗玻璃，就会感觉到蔚来对于纯粹的这种设计元素是非常在意的。之后我们也会说到这个内饰，内饰它是一种环拥式的游艇的这种风格，而且包含里面的那种什么飞航的按键岛，还有3把飞航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到这个山川叠韵的这个刺绣的座椅，勾勒出非常富有层次的，都能体会到这种精致顶奢的感觉。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服务于商务 SUV 的场景。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它有一些小巧思，真的很打动人心。我举个例子就前段时间我刚刚和媳妇就是聊过 SUV 大6座有个痛点。那当时我是没有看这个 ES8 的资料，但没想到后来我看了 ES8 资料之后，原来它真的是有在切切实实解决这个痛点，非常的具有温度感。这个对于家庭出行的场景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到时候会看我的视频就这辆车无论是面对商务场景，它的气场以及多人乘坐的这个需求，它拿捏的得体，而且能偶尔兼顾家庭的出行，又配合这个蔚来强大的补能体系，使得你去哪儿都特别的安心。所以我就是尽希望的，就是把本期视频尽可能完整的呈现给大家。大家也看到这本期视频时间比较长，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手握45万的预算，或者你身边朋友最近要换这个6座，不论能源形式的，都可以把本期视频推荐给他们。OK， 那闲话结束，开始我们本期的视频。OK， 我们本期视频的这个第2部分就是从这个外形和装载空间开始说起。首先，我们来过一遍简单的这个参数。这个车子5.28米，特别的长。然后它这个宽度是2米出头，轴距是3.15米。然后它的车高，大家注意是1.8米。所以在过有一些限位杆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可以把这个空悬往下调整一下，差不多可以往下调50，这样可能再过一些地方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去看这个修长的车身，它发现它会非常的从容得体，而且会非常的这个舒展。跟大家说一下，蔚来 ES8有2条非常典型的特征，它叫双腰线。大家就看这里一条腰线，然后在后面还有一条腰线，这就是 ES8最为典型的2条特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车身就是水切之上，它正好是占全车的1/4，就1:3，使得这个车身这整体的感觉悬浮感特别的有气场，特别的棒。所以这有个关键词就是气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款车是面向商务场景的，商务场景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让它从容得体、有气场、有体量感，这就是蔚来 ES8对于现在商务场景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这个前脸为什么能体现出这种感觉。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它有几条，比如说像这一条棱线会特别的挺拔，所以说从侧面去看，配合了它这个 shark nose 就鲨鱼鼻的这种设计元素，使这个车就远处看起来像这个山一样这样挺拔直入云霄。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像这一次蔚来全新升级的这个日间行车灯，但前面加了2个字叫金钻日间行车灯。这一次我看它这个宣传资料写的，它这个是有2层的 double dash， 首先这里有1层，这里还有1层，而上面的这一层水晶装饰的，它有333个非参数化的切面。这个非参数化看起来它会特别的灵动独特，有一种这个慧眼识珠的感觉，而且你会从各个方面去看，它都非常的这个闪耀，这点就是参数化可能做不到的。当然我跟大家说一下，蔚来这个非参数化是有意识的去做出的这种感觉，它也是精密排列出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不是真的是随机，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
这个金砖日间行车层从远处去看，当这个车子远远开过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车子独一无二的这个气度与非凡的这个体量感，这就是一种从容得体。所以说它这个是面向商务场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次新加了这个小蓝灯，也是特别的闪耀。大家说一下，这个小蓝灯里面有34颗的这个灯珠，使得这个灯看起来特别的密致和均匀。这个我觉得是得予好评啊，不会像有一些其他的小蓝灯会有一些区域会过曝，但这款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未来在这些方面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巧思。然后我们来重点说一下这个侧窗的玻璃。这一次这个玻璃它设计的这个元素啊，大家去看，它这个水切都是隐藏式的。使得就是玻璃和这个车门板中间没有这种橡胶条在这里了，这就是未来一种很独创的这种隐藏式水切的设计，大家去看。所以它这个像一个西装暴徒一样，你看，它穿一个西装的尖领啊，挺在这里，特别的棒。然后再配合这个全屏的侧窗，大家会看到整个车子设计起来特别的纯粹，这也是蔚来一直坚持的这种设计的原创理念。尾部同样的这个贯穿式的这个车尾灯也是全行业最宽的，因为它车本来就很宽，有2米左右，有2米以上。然后它这里也是呼应了未来的一个设计元素 X 把，大家看这里，这里一条延伸到那儿，那边也是延伸到这儿。这里还有一点设计上的小巧思，就是在于这里它拉了一条非常漂亮的金属拉丝线，使得就是在光照射的时候，它有一些反光，使得这个车在后面看起来特别的棒。跟大家说，这个尾灯呢也是有巧思，就是在于它有600颗红外灯珠，还有480颗超红灯珠。超红灯珠是干嘛？就是当你远远的看过来的时候，就知道这里有辆车，因为这的确是一个6座的车，然后后部的这个尾部碰撞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让人家越早看到，当然是越安全，对吧？所以未来在这些小巧思上真的是没得说。OK， 那说完这个外形之后，我们来说这个第一部分的后面一半部分啊，就是关于这个装载能力。这一次蔚来 ES8 装载能力继续突破，大家都知道它之前的子品牌已经是6人10箱无压力，而这一次完成了6人12箱，真的是能做又能放。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大家去看刚才我开箱这个方式，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对，这一次开箱的方式更加的优雅，真的是符合商务场景。它为什么叫这种选择按压式呢？因为的确有些时候有老板或者自己有家里人在里面睡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knock 敲一下的话，的确是可能会吵到。但用了这个按压式，这个按压式的触感特别的棒，特别灵敏，有点像以前那种苹果的这个屏幕的 touch 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来好好体验一下。然后这一次开启这个前备舱的这个模式啊，有很多种。我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其中有4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用到的，一种是这个按压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双扣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脚踢式。这里我呢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就如果你有行李拿过来的时候，在这里进行脚踢一下会很方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让 Nomi 语音唤醒都没问题。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都是防夹设计的，也简单改变一下它的运动轨迹，它就停下来了。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巧思，这里有个按键，为什么呢？有些调皮的孩子可能会钻在这个里面，如果钻在里面，这个盖子就打不开了。它这次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意思啊，就是在这里也有这么一个小的按钮，可以从里面打开，所以它真的是做到了方方面面的这个安全守护。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在于为什么这一次这个 ES8 它做的这个是一个往上走，像一个水坝一样拦起来的感觉呢？因为首先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设计上的、审美上的这个要求，这个还是实话实说。大家也都知道，另外那款子品牌呢，它是全部往下走的，但没问题，这一款它这样子做起来之后，它看起来整体的这个线条会特别的棒，特别的干净、纯粹和凌厉，这就是它这一次特别大的一个区别。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哎呀，这样是不是东西放进去不方便？和大家简单也说一下，就当我们有购物车的时候推过来的时候，正好它是平拿平放，这也是它设计上的一种巧思。这样可以使得就是在我们的腰部啊没有受太大的力，而且这个想要面对的场景是更加多的，因为大家知道那一个是
平的，可能就是在超市的时候会更加方便，但是这个实际上面向的场景会更多，你要装载更多的东西，那可能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对于商务场景来说会更加的好一点。你装一点酒啊，装一点，哎呀，不说了。OK， 这样我们把它收起来。OK，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后部的装载空间。后部的装载空间非常的大，前面跟大家说一下是230，而前后加起来啊能到770升，这就是完美完成了它这个6人12箱的这个装载的空间能力。我们来看一下，拉开这个下面的底层板啊，这个里面工程师说足够塞2箱茅台和2条中华烟，这个对于商务场景来说是非常实在的这种客观上的需求，大家呢也不要见笑。当然了，这里可以把它给收起来。收起来的话，这个东西会更大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装载空间最高可以到3000多升，所以大家想一想象，这东西装载能力特别的强。然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点啊，就是在于当把这个隔板拿开之后啊，因为它这个纵向的高度特别的高，你可以装非常多需要纵向的东西，高尔夫球包，比如说这个渔具，都可以把它装下来。所以这些对于未来来说，它都是一些小巧思。哦，对了，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巧思，就在于这一次它把这个安全指示标这些都做成了一个集成化，这里又可以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大家也都知道，非常多的这个安全指示标都是这么平铺在这个里，对吧？这里呢，它就做成了一个集成化，这里就节约出了差不多70几升的空间。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空间，都是这么抠出来的。OK， 我们把它放回去。那我们就要开始准备说这个内饰了啊。好的，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本期的这个内饰部分了啊，就是第3部分。内饰部分还是先从整体的设计风格开始讲起。未来呢，把这一个设计为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从中间的这个 Skyline 屏也是老朋友了，就在 ET9 上大家都已经体会过了。这一次和 ET9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为了迎合 ES8 这种挺拔有气场的这种感觉，它这个屏幕做成的是全屏的这种感觉。对，而 ET9 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弧度，还是有这么一点区别。我们待会儿具体来说这块屏幕。然后它的上面部分代表就是天空，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是坐在左后的这个位置啊。它在上面就代表着天空，代表着科技，而底下就是这片线以下，就代表了这种是大地和舒适的感觉。所以在这一次，为什么舒适特别的明显，是在于全车用了52平米的这个软包。说白了，就是你能摸到的地方，它都是软包。你想想看，这么小的一辆车子有52平，而且它全是纳帕真皮。这次未来的纳帕真皮用的是非常顶级的。然后说完这个整体的感觉之后，我们来进入第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一次没有脚踏板的这个事情啊。这一次没有脚踏板，但是因为它有这个空悬的存在，实际上它可以降得非常的低。这个入门高度呢只有38厘米，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 MPV 的入门高度，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特别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开始一个说，从最里面的开始说，我们进入主驾。首先我们看到未来最具有这个代表性的就是 Nomi 头，它这个意思就是 AI Companion， 就是未来的 AI 陪伴。我觉得未来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有温度，所以还是又是这一个字啊。然后我们来进去看这个整体的感觉。首先第一个就是 ET9 同款的 15.6 的 OLED 的这个中控屏，它这一个都是圆角的设计，大家我觉得还是要再三强调一下。现在我们去看非常多的这个品牌，它做的这个车子，它都是直角，有棱有角的。如果做了这个圆角、二角的话，的确看起来会非常的棒。它这个屏幕的数字呢，就是和这个 iPad Pro 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了解。OLED 它是双层的，双层可以使得这个屏幕每一层啊发光的亮度不用特别高，使得第一个可以增加它的寿命，第二个你双层之后，如果激发出同样的亮度，可以使得特别高。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前面说的这个 Skyline 的天际屏啊，它呢是一个48英寸的 Mini LED 显示的这个屏幕，它的对比度非常的高，是100万比1。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和我等下会介绍这辆车有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双杜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大家都要知道，杜比呢有很大的卖点，就是因为它的屏幕的分辨率是100万比1，在特别高的这种高动态的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展现特别多的这种灵细腻的这种感觉，这个只有100万比1才能做得到。然后我们再把往上调一调，就是这一次特别有升级的，
一个 AR HUD， 它呢是一个冷效38英寸的这么一个 HUD 啊 ，AR HUD。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有技术创新，就是它区别于过去是 LED 来进行投影的这个技术，它这一次用到的也是 Mini LED 的技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HUD， 因为它在有些情况下要显示非常细腻的这种色彩。如果 Mini LED 的话，它可以控制的非常好，可以解决以前 HUD 有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泛蓝光的问题。为什么会泛蓝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色温特别高，就导致你这个屏幕好像看起来是有点发蓝。但这一次蔚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 Mini LED 来设计。我相信接下去高端豪华的品牌呢，应该都会采用这个技术。然后这一次说一下这个 HUD 啊，有一点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在打右转向灯或者打左转向灯的时候，它会把这个相应的 A 柱的盲区也投影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对于行驶安全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我们要打开车门的时候，来打开车门，同样也会把这个盲区投屏在这一个 Mini LED 的 Skyline 上。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中岛的设计啊，这次 ES8 呢没有采用和 ET9 同样的这个中岛贯穿线的设计，这也很正常，因为后材是要用的嘛，对吧？那我们来说一下，这里呢也是一个双充电的风冷，然后还有一个很标志的这么一个 Touch Bar。Touch Bar 呢就是可以控制音量，这个手感非常棒。然后左边这3个小点，它可以调整你需要的这个卡片信息。然后右边的这3个小点也是同样可以采用这个控制不同的小卡片信息。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意境主题也有了2个更新。第一个就是这一次我非常觉得很赞的，就是叫做银河漫步 Galaxy Walker 这么一个感觉啊。然后还有一个 AIGC， 就是无限画布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通过 AI 去生成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意境空间，就是 AI 的生成式内容，对吧？然后我们讲完这个主驾之后，我们再能去这个副驾去看一下。OK，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副驾。副驾实际上呢，它就我前面说的，先说第一个就是一个飞行按键岛的设计元素，这个也是和后面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把这里就一起说了吧。它这里有个好处就在于把所有的，比如说加热、通风、按摩都集成在这里。然后一键疏糖也是放在这里，然后这个就是你需要自己设计的地方。哎呀，不小心摁了一下一键疏糖，已经开始，就是它的女王副驾已经慢慢开始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巧思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过去会按键座椅设计在这个地方？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会卡手。什么意思？就是你手要去扔上去的时候，它会和门边这里会卡到。那这里如果你是戴手表，像我是戴手表，我常常会卡到。还有呢，如果你是戴这个手镯或者手链，会把这地方全都刮掉，甚至会把你的可能玉镯也会弄碎，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它这里都把它移到这个上面，这就是一个小巧思。然后它这个按键是采用了这个名表的设计，可以使得你在接触的时候更加有质感，而且它的反馈会更加的灵敏，也会让你的整体的手感特别的从容。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以后一定要来到展厅里好好的去摸一下。OK， 这一次的设计上有个特别要说的，就在于这个音响的金属罩，它的设计来源于呢，就是这个寰宇的星轨，来源于这个浩瀚的星空，这个也是和前面的这个意境主题呢是呼应上的，所以这一次蔚来在设计上真的是做到了一致性。这一次的这个音响罩上呢，就代表着蔚来这一次 ES8 用的就是天琴的音响系统。当然，它不是 ET9 的那一款9箫天琴，因为它扬声器上做了一点取舍，这个毕竟是价位在这里。但是这次 ES8 它更新了2个特别牛的功能，等一下会说到，就是关于一个临场特效的感觉。这个卖点关子放到我们后面去说。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坐入2排座椅。2排老板座绝对是本车最重要的一个座位。这一次有个特别大的技术创新，在于这个玻璃啊采用了这个变色的技术，它有3档可调，有通透、隐私和隔热，效果非常好。大家去看啊，现在它这个整体的变色的时间呢，可能是在50秒左右，所以差不多1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从最亮到这个最暗。大家看这个效果已经开始了，才几秒钟，对吧？所以它的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不像于过去有一些像天幕，它可能需要好一会儿，可能要5-6分钟。这个变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个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在于如果我们在车内待会儿说到看电影的时候，因为有这一个存在，会使得有个影院的感觉特别的明显。好了，你看这个已经有点比较亮了，对吧？然后这里有一个按键，就是一键隐私，直接打开影院模式。你看摁了一下，发现上面的天幕已经慢慢的在合上，
然后前面的这个电视机也已经打开了，这就是非常珍贵的感觉，而且使得这个玻璃慢慢的又开始重新变黑。OK， 然后我在前面跟他说，这有个非常好的小巧思，在于解决6座 SUV 啊无法在照顾小宝宝的时候，就是家庭出行的时候，这一次它提供了一个功能，叫做一键向右，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我的座椅已经往右边去了。就我们出行的时候，以前6座啊，就是大家可以感知到，就是如果妈妈坐在这个右后，想去照顾这个左后的小宝宝，的确是麻烦的。但这一次有了这个一键往左之后，大家会看到照顾起来特别的方便。而具体的原理呢，就是它这个座椅进行了一个横移，往左边的横移。当然了，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于这样子坐起来看这个电影非常的棒。这个呢也是美国电影协会专门认证的最佳观影位，跟大家说一下。的确，这次蔚来在影音方面的这个投入啊非常的大。就前面我也聊到过一嘴，就是双杜比，不仅是这个杜比的全景声，还有这个杜比的世界，让你坐在这车底的这个氛围感真的是全部拉满。这个小桌板没问题，这个都是有的。然后还有一点点小巧思，来往上看，就在于这里有个化妆镜。然后化妆镜说完，我们把它合上，然后再往这边一点，大家会看到这有个音响罩，这个是蔚来独创的一个中置音响啊。这一次蔚来呢有特别棒的一个音效体验，特别的离谱，大家到时候一定要体验一下。也是蔚来配合了这个 Direct 一起来研制的，使得全车身的这种感觉，坐在哪个位置上，会发现特别的明显。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座椅呢慢慢的先调回来，然后我们呢也把这个座椅，就我自己前排座椅也提到我觉得我自己适合的地方。我觉得自己这个出行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看这个小桌板用一下，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对吧？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3排。现在进入第3排，这就是我前面刚刚调好的这个脚位置啊，座椅的位置。你看这个空间真的是都不知道是2拳吧，对吧？特别的宽敞。然后这一次有个特别大的一个升级，就在于它的后仰的角度特别的夸张，有130几度，等于这个车子就是完全是舒坦了。得益于这种超长的5.28米的这一个纵向的空间，使得这个车子你看这个哇真的是太舒服，这舒坦的程度真的很离谱。而且又是因为有前备箱和这个巨大的下沉的这个储物空间，使这个行李上的这个需求啊真的会得到很大的解决，能坐又能放，这就是蔚来1.1现在这个900伏纯电架构带来这种空间上的升级。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木板在第3排也有，这个就是蔚来对于豪华的体现。以前在第3排有这个木纹饰板的呢，只有像天悦，还有像揽胜，这一次蔚来 ES8 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座椅也调回来，然后我们在第3排往前说啊，这一次它是双扶手，这个扶手呢是手动的，就左后这个扶手是左动的，而这个右后的这个扶手它是电动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摁一下，它呢就会往前面收缩。这里就是一些小的功能点。OK， 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次这个全系标配的冰箱。我们打开这个冰箱，巴黎水。OK， 这一次打开冰箱之后，大家会看到这一次呢是一个8.8升的冰箱，这个倒是和子品牌是一样的，但它呢有很多个功能跟大家说一下，有冰镇、果蔬、冷饮、药妆、温奶和热饮。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能耗上它特别的离谱，2天呢可能只会耗1度电。跟大家再说一下，2天只耗1度电，是的，就是真的你在外出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这个东西而损耗电量，就放心的开启这个冰箱。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有一个小巧思在于什么？当我们来打开这个左后的门的时候，没错，它把这个盲区的投影同样的打在了这块小的中控屏上。蔚来在这方面真的是做的事无巨细啊。然后右边也可以，我再去试一下右边，看右边的话它就是左右。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一块顶级大屏。刚才双杜比呢，就是一个是杜比全景声，一个呢就是杜比世界。这一块屏幕的这个数字啊，真的是行业最顶级的，没有之一，真的不违反广告法。它是一块21.4寸的 mini LED 的屏幕，mini LED 啊，不是 LCD， 所以它这个对比度特别的高。
使得这个有黑的地方特别黑，有亮的地方特别亮，而且它做的是特别棒，而且它呢是一个16:9，特别符合大荧幕观感的。所以当时把这个座椅往右边移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右后座椅往左移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坐在这个地方看电影真的是非常的享受。我们来点开一个看一下，它是支持双 HDR， 一个呢是杜比世界，还有一个就是 HDR VVD， 在1000尼特的这个屏幕，使得它激发亮度特别的高，真的是极致的观影体验了。好了，这个等我们放到后面去说。OK， 我这里换了辆车，我发现这个颜色也非常的棒，就是这一个配色的内饰。像这一次，它这个座椅的刺绣工艺进行了又一层的升级，叫做山川叠韵，勾勒出了它这种颜色的视觉氛围啊，特别的丰富。它这种就是体现出未来对于这种精致的感觉，就原创设计特别的讲究这个精致感。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未来呢是把这张座椅还有我现在坐的这个左后的座椅呢，3个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都是飞行零重力的座椅。而且它在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在斜躺的时候，人坐在这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很容易飞出去，对吧？所以它这里增加了一个安全气囊，跟大家说一下，它这里就全车一共有11个安全气囊，和传统的9个安全气囊呢还是有点区别，那在于它的座椅气囊可以凸起来，可以让人呢不用飞出去。然后还有点安全的点呢，就在于它这个安全座椅这一次是集成在了这个座椅上，像以前呢一般是在这个地方，对吧？这样子拉下来呢，容易人会飞出去，这样是可以做得更加的紧致。这都是未来在这些方面上的巧思。好了，这就是内饰的这个空间。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说激动人心的这个体验的感觉。我们进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次重大的这个升级，关于它这个音场的升级，特别的棒。跟大家说一下，它这里给了一个3种，跟大家说一下，随便先点首一首歌。叫做音乐史诗厅，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普通叫做空间声场，这个实际上都是有的，但是另外一个叫做超静临场，有3个传奇录音室、巅峰现场、金色音乐厅。这个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来体会一下，你会真的觉得很震撼。我们尤其是坐在这个后排，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感觉是变化特别大，层次特别的多，而且是从方方面面的进行一种环绕式的给你包裹住，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我现在把音乐暂停一下啊，这个呢也是未来和这个 Direct 它一起研发的，所以未来在这些方面啊做的真是体验感真的是没得说。为什么要自己去研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歌呢不可能真的有那么完美的音源，对吧？所以它通过自研之后就可以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9份的咖啡店。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也是可以调整的啊。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天哪，这感觉陈绮贞就在我眼前，就在我耳边。我坐在9份的马路边，看一下巅峰现场。这里的空气很新，这还是要录音室效果更好一点。这里的感觉我这个录音设备呢，肯定是体验不出这种感觉，大家一定要来现场体验一下，好吗？仰望这片天空，犹记我对你的思念。窗外的星空像你，嬉笑不眠。这个中置喇叭带来的这种感觉太震撼了。我坐在9份的咖啡店，在后排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街道有我们换首歌吧。这里的人群喧闹整夜，望着朦胧的海岸线，是否还能回到从前？
哎，说实话，这一次这个音效我真的是词穷。我觉得最好还是大家亲自坐到后排二座去感受一下，这个感觉太震撼了。试一下这首歌。这个没听错的话，应该是《信条》的那个歌吧？看到没头？天哪，这不可思议的感觉，真的。从空间声场切换到超近临场，真的就是临场的感觉。不好意思，我真的词穷了，你要来感受一下，太震撼了。这首歌啊。巅峰现场。说实话，我感觉在接下去很多高端车型上，应该都会去和这些做合作，就是这一说的这三个嘛。巅峰现场和传奇录音室，还有这个金色音乐厅。金色音乐厅肯定是听古典音乐会更加好一点。好了，那也到这个本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就结尾了。啊，的确，这次蔚来呢跟我们说，希望不要把它的子品牌也放在一起说。但我觉得既然到结尾了，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买车啊，不单单就是看这么一款车的产品力，实际上他还是在看这款车背后的企业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定力。而战略定力，蔚来在这一块就是关于它的三品牌是非常的坚决的。而且蔚来跟大家说的这三品牌不是我们过去传统的，比如说以价格来区分。那当然了，这次大家也体验到 ES8 它有自研的芯片，非常强劲的这个音效，还有这个激光雷达，3个激光雷达，对吧？它整方面的这个成本呢肯定是会更高一点的，但是它更加区别于在于它的场景的不同。蔚来 ES8 它聚焦的在是商务场景。你看这么大气挺拔的外观，然后它内饰6个人乘坐都非常的棒，然后它就坐在里面就是特别的商务、有秩序、豪华、顶奢这种感觉。但我们常常去看乐道 L90，它是什么感觉？是家的氛围。家有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坐进去就要放松一点，就是要气柔一点，对吧？要开心一点，松弛一点，就简单一点，这些色彩啊、线条啊都要简单一点、清爽一点。而 ES8 就是要烘托出这种感觉，挺拔、昂扬、精神、气派，有整个的体量感的这种感觉。所以未来在三品牌的战略真的是很关键，而且三品牌对于未来在面向不同的人群，它有非常精确的定义。所以这次我觉得很有感触的就是，每一个品牌实际上都有它的这个边界，你不可能想用一个品牌去覆盖所有的这个群体，这是不现实的。大家也都知道，今年早些时候，蔚来的另一款旗舰产品 ET9已经给我们见面了。当时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就是蔚来这10年的技术创新的结晶。无论你是说这个自研的芯片，还有这个全域的操作系统，就 SkyOS， 还有这个 AI 的这个底盘，3大件嘛，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占用全车成本最重要的3个部件。那么未来坚持自研带来最显性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可以节约出大量的成本，把这些料啊用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但是也有客观的因素在，当时我们看 ET9 它是4座的，而且价格呢距离我们这个普通消费者还是有距离的，所以啊，就当时很多用户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那未来能不能出一款跟我们距离稍微接近一点的，而且能体验到 ET9 同样感觉的这种产品？没错 ，ES8 就是来了。而且我感觉它在某一些诠释的比 ET9 还要更加的全面，所以它通过这么一款商务高端的这种旗舰，来对未来的这一部人群啊做一些区隔，而且它能兼顾一些家用，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右后的座椅可以左移15厘米，这样可以使得就是照顾左后的宝宝就非常的方便，对吧？它都非常多这种小巧思，更不要说在这个地方，像乐道就是没有。但是这个的确摁一下开起来特别的方便，这个使得就是可以不用打扰到车内的小宝宝睡觉的时候，甚至是老板睡觉的时候，而且它的平移也是从这个直接拿过去，特别的从容得体优雅。
那的确啊，就蔚来现在经过了这个10年的技术研发，实际上我真的是不敢想，就是说，哎，2年前 ES8 2代发布的时候，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对吧？但是当这款车拿到你眼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蔚来的进步怎么会这么的快？所以说这几千亿的研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整辆车子你看一共就2.6吨。100度的电池，双电机，你都不知道这辆车里面有多少辆的这个集成化、轻量化和小型化，帮助这个车子节约了多少的成本，对吧？这个就是蔚来在10年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而且大家知道，这个研发它是一次性投入，对吧？以后这个车子如果能卖的特别多，那不就意味着这个车子它回本的会特别快，对吧？它平摊的也会特别好。然后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车它的这个布局啊，座椅布局有6座和7座的，有2种座椅布局。然后7座呢是232，这个就是看个人选择了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蔚来还有个最大的杀器就是80。我现在这个车子，我觉得预算呢，就是如果45万左右，大家可以就是买断。如果80就是减掉12.8万的一个电池，我觉得是不是30几万就能搞定了？ OK， 这里暂停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月19号星期二。刚刚蔚来官方呢是宣布将原来标价12万8的100度长续航电池包的价格往下调整了2万，来到了10.8万。后天也就是斌哥将会在成都举行 ES8 的技术发布会，当晚呢也会宣布预售价。如果推测没错的话，那么 ES8 的整体买断价格也会相应的往下调整2万，来到一个更加劲爆的40万出头的价格，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真的很夸张，这个价格，这个车子你们会特别的心动，就这个感觉。那 OK， 那这里是克杰城，那本期 ES8 静态体验呢就到这里，时长呢也比较长了。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动态的时候再来，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